歡迎收看來自華爾街最棒的主觀量化實盤交易分析啊！今天我給大家分享一隻可能在未來相對比較牛的股票，但是不是最牛啊！我上周給大家分析的股票，那簡直是太牛了啊！一隻叫 IBM， 一隻叫微軟啊，同時我們都用期權去做了買賣啊，收益是非常的可觀。那麼這周呢，我繼續給大家分享一隻叫AST SpaceMobile 這家公司啊，股票代碼是 ASTS 啊，做航天通讯的啊。我一会兒給大家講為什麼我們選了這隻股票啊，因為我們還是秉承我們華爾街的主流的反人性交易方法，我們的逆向思維和多空思維。我們的这個逆向思維、多空思維是華爾街主流方法，為什麼？因為所有的股票真正的要漲的話必須把散戶趕出來。如果說散戶在裡面股票它永遠都不會漲。因此，我們今天選的這家 AST SpaceMobile 這家公司，我告訴你啊，散戶已經被嚇出來了。那接下來就是我們進場的時候啊。這樣，我現在馬上進入主題，不然等會兒一會兒講的太多了啊。然後大家看一下你自己的时区啊，現在的這個時間是台北時間12:38哈，你對應一下你的時間啊，現在是紐約時間2:38。東京時間下午，這個15:38，然後我們再看一下我們這個股票啊，我們今天選的是這只股票，為什麼我們可以選這只股票呢？這只股票之前是瘋漲過，但是現在遇到一個大的回調，那麼這個大的回調，那我們該不該買進呢？首先啊，如果說你之前聽了我很多節目啊，聽了我很多課程，聽了我很多實盤分析，你會知道啊，我的所有分析就沒有一個追漲殺跌的一個概念，但有追漲，那追漲只有一個前提，就是必須要市場人氣非常旺的股票，我們才會去追漲。其他時候我们根本就不能追漲，其他时候我们都必須要等回落再賣，因為追漲殺跌是我們的散戶朋友啊非常喜歡用的方法啊。但是呢，主力肯定是要用這個，只要你敢追漲，我就敢把你套在山頂上啊，讓你這個內心扛不住之後呢，然後股票再慢慢漲上去。不講我們所用的這種反人講，但我們的現在方法都是方法論啊，都是總結到一套一套相對比較完整的一套方法啊，你基本上拿來即用。你把我之前發的這個視頻啊，你把它看完，你大概就能理解了我們這個逆向思維和多空思維是怎麼形成的啊。多空思維我大概講一下啊，多空思維其實我們的股票啊，不僅要做多，可能有的時候我們還要反手開空，我們不僅要做空，還會反手開多。大概就這樣的一個意思，因為在大多數時候，股票它走的不是很連續，它的上漲不是很連續，它的下跌不是很連續，因為它都是存在一個波段上漲，一個波段上漲啊，就這樣有一個形成的。所以說他們一定要有多空思維。那麼逆向思維咱也不說了，剛才我給大家已經說了，逆向思維是我們的這個主要的一個核心方法。逆向思維的核心有兩個，第一個是反人性思維，第二個是反散戶思維。反人性和反散戶思維啊，這兩個其實一樣的，因為整個交易系統它都是反人性的啊。你包括散戶，它更容易沿着這個人性方面去做買賣，但我們一定要反他們的方法，一定要和我們的散戶對着幹。然後我們現在來具體分析一下 ST SpaceMobile 這只股票啊。咱們看一下啊，上次漲的上周之前應該漲得非常的猛，但是我們看一下啊，這個散戶朋友喜歡在哪個地方進場呢？因為現在這個股票是比較健康市場，它已經突破一個前高，其實這是比較健康，這是一個波段式的一個上漲啊，波段式的上漲在我們這個量化領域它是非常棒的一種選股方法啊。那麼它在前幾天漲得比較高的情況，大家看一下啊，但我們發現在這個地方走得比較慢。上漲的速率比較慢啊，比較慢是什麼原因？大家一定要記住啊，漲得慢是因為它是遇到了前面的這個位置。第二個呢，是因為這連續暴漲之後啊，很多散戶在追單之後，它沒辦法連續上漲啊，沒辦法上漲，那必須得有一波回落下來之後才能繼續上漲。因為在日線大家看的不是很清楚啊，我一會兒給大家切換到小時線或者2小時線，大家我們看一下啊，
走网速有點慢啊，大家看一下啊，我们都看一下，在這一波的上漲過程中，大家有沒有發現啊？上漲的還是比較快的，是吧？但為什麼到這個地方你會發現它非常慢？非常慢是因為主力在往上把這個價格拉高的時候啊，它已經遇到的困難是什麼？可能有很多人在賣。第二個呢，就是我們的散戶朋友一直在裡面拿不住，一直在賣，對吧？買進去拿不住，買進去賺2個點跑，就跑不動，它就存在這樣一個情況。所以說，我們就發現了，在這波的回落過程中，首先來說，如果把這一波打掉是比較好的，就是這一波是我們很多散戶朋友喜歡進場的一個位置。那麼我們把它打掉之後呢，然後就像它打的比較深，它现在已經打到下面來了啊。打到下面來，這裡面啊出現一個啊，咱們都知道，ST Space Mobile 啊出現了100這個整數點，這個整數點有個心理預期，再加上也把前面的散戶已經殺死了，所以說這個地方有概率有一波反彈，但是我不能確定它是不是能創新高，我現在沒確定。首先來說，我們在這個地方做一波反彈，我個人認為問題不是太大啊，因為在我們的量化領域，我們做了很多的这種量化回測測試啊，在一波趨勢中出現暴烈的回踩，那麼有概率出現一個反彈啊，所以說我們再看一下啊。那這波反彈我們要看多少呢？咱們來看一下，因為我當前時間是亞盤時間下午2點44哈，下午2點44，它現在夜盤的時候已經上漲了2%，但這個不影響我們後續操盤，因為白天的上漲就是美國的這個夜盤上漲啊，並非代表真實的上漲，所以說接下來呢，今天晚上它肯定大概率會給我們機會再次進場，再次進場。那麼這個地方我們現在一個評估的東西啊，我們在進場之後啊，大概有幾個止盈位，我給大家說一下啊。當然最大的止盈是就是在這個波段操作裡面最大的止盈是133，這個是目前來看我是暫時看不到這個，至少從短期的2到3天我看不到這個高度，但是從中短期來看啊，我們要步步為營嘛。首先我們在做股票的時候不能說出現一些止跌，比如買進之後我賺了5%，就以為你抄到底部了，其實不是這樣的。有些時候股票在漲起來之前啊，洗盤特別的猛，大家一定要謹記啊，每一波上漲它都有洗盤，但大多數情況都洗盤啊，在技術層面上都洗盤。為什麼必須要洗盤？不洗盤那個散戶就出去不了，明白吧？所以說我們在這做的時候，首先是我們看到110這個位置是比較一個重大的點位，111這個位置是比較重大的一個點位，然後接下來呢，整個價格會來到了115這個位置，那麼這一波在未來2、3天，我看到的價格高度在120左右啊，在120這個位置，但整個上反彈過程中可能有洗盤有可能在日內，但目前我們不能確定它到底是上漲之後洗盤呢，還是在底部洗盤之後再上漲，目前我們是不能確定的哈。我們的交易是走一步看一步，首先我們要認清楚這個市場是未來不可預測的，包括我今天給大家講的這只 ST Space Mobile 啊，未來真的是否上漲我不知道，這個100這個關鍵位置有沒有支撐位咱們可不知道，咱們只有先分析在這裡，然後拿真金白銀，或者拿清倉，或者拿期權去嘗試去買啊，然後去感受一下這個100這個地方是否有這個支撐位啊，有這個支撐的力量。所以說我們在這個地方，當然我們是希望它在主側洗盤，但是我們又怕，我们都希我重新說一下啊，就是我們很多朋友可能都希望有幾種，第一種我們是希望它的主側洗盤，在這個地方洗盤非常猛，然後再進行單邊的上漲。第二個情況呢，可能在上漲過程中邊漲邊洗盤，就出現這樣一個情況。那麼在這兩種，如果說我們在現在觀望的時候呢，你就非常的矛盾。你矛盾在哪兒？萬一它在上漲過程中洗盤，你不是就進不了場了嗎？啊，你就沒法買進了嗎？對吧？如果說它在下跌过程中洗盤，那還好，你還可以買進去。但是這個時候你內心一定要控制住啊。它在洗盤，它在底部在100附近一直洗盤，在這個位置它可以跌破98，沒問題，跌到95都沒問題，知道吧？它可以跌破，明白吧？100我們叫100叫支撐位，知道吧？它可以跌破之後再漲到100多都沒問題，明白吧？
所以說我們在這裡，如果說要讓我们这个能夠拿到這個單子啊，我告訴大家，千萬不要矛盾。如果說你怕他在主側洗盤，你就等2天進；如果說你怕他主側不洗盤，你就現在進。你別兩頭矛盾，導致你操盤非常的矛盾啊，導致你無從下單，明白吧？所以說像今天晚上我就會用期權去進這個，我會布局星期五到期的和下周五到期的期權。那這樣的話，我可以分2步，比如說我先布局一個下周五到期的期權。如果說遇到主側洗盤，那麼我就不用擔心啊，他洗盤2-3天上去，等他2-3天洗完之後，我再用這周五的期權再進場，那麼這是我們的這個期權費啊，我們的選擇權的費用就會大幅度降低，明白吧？反正一定要結合倉位管理啊，沒有倉位管理我們就會出問題啊。然後我順便再給大家分析一下這個納斯達克指數啊。目前的納指現在最難的是什麼東西啊？最難的是現在日線級別的大的回落啊，目前咱們是沒辦法猜測的。我相信所有人都沒辦法猜測啊。現在整個大盤的這個利空，就是還不算是什麼大利空，可能有預期的一個小利空。它可能就是出現在下周左右啊，在下周左右，這周是沒有的啊，大約在6月10號之後才有逐漸有一些預期的利空，但它不屬於中長期利空，屬於短期的這個利空。所以說我們現在的這個大盤，我們仍然是猜不到底部啊，仍然猜不到它底部，怎麼漲不知道。但這輪上漲有可能會出現資金輪動，當中它會出現什麼？大盤不漲，他媽個股有些個股暴跌，有些個股暴漲，對吧？大家的注單有沒有發現？所以說我們一定要在我們所選的這種在價格比較低的這種股票上面去操作，知道吧？價格高的可能不建議大家去買啊，就是這個原因。我今天的分享就這些，謝謝大家。如果說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請關注我的頻道，謝謝你。